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陈成荫经理上海戏剧学院为追风者白玉兰事件发声，今年内娱最大的闹剧该收场了。上海戏剧学院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缩写 STA 简称上戏，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文化和旅游部共建高校，由上海市管辖的全日制公办高等艺术院校。最近7月4日，陈成荫经理上海戏剧学院为追风者白玉兰事件发声。追风者白玉兰事件，今年内娱最大的闹剧。追风者热播，王一博粉丝不满其未获白玉兰奖男主提名，指责王阳剽窃胜利果实。双方粉丝互骂，王一博和王阳未提及对方，传闻两人已互删微信好友。陈成荫经理上海戏剧学院为追风者白玉兰奖男配提名男主引争议，网友质疑不断。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被认可为该剧唯一男主，王阳因长期与爱奇艺合作被猜测为褒奖受益者。剧组拒绝出席颁奖礼，央视等主流媒体明确支持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6月28日晚，吵闹了近1月的白玉兰奖终于落下帷幕。出乎网友预料，漫长的季节这部口碑巨作没能拿下最佳电视剧，贡献了远超其他提名者演技的范伟老师没有拿到最佳男主角，刷新大众既往印象的唐嫣也没拿到最佳女主角。因此获奖名单一出，网友质疑声络绎不绝，一度逼得关闭相应的微博广场，不敢让网友放开了骂。在过去的1个月里，尽管剧粉一直在质问剧组追风者男主只有魏若来一个人，为何男配曝男主喧宾夺主，但一直没有人出来对此事进行回应，既没人承认王阳饰演的沈图南是否为男主，也没人维护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为唯一男主。哪怕剧组代替褒奖的爱奇艺在6月5日携演员发表过声明，也不过是含糊其辞。虽然制片人陈芷希在当时已道歉，从头到尾只有王一博对剧组和观众表示了感谢。而在此事中唯一获利的王阳先生，则充分肯定了自己，行胜于言。虽然在剧播期间他曾承认过自己饰演的是男配角，然而这一切质疑终于在白玉兰颁奖礼这天水落石出。陈成荫经理上海戏剧学院未说，虽然此次追风者有5项提名，但剧组主创几乎都拒绝出席当晚的白玉兰颁奖礼。导演姚晓峰和制片人张书维从提名出来后便一直沉默，既没有认领提名，也不去表彰现场。另一个制片人陈芷希则是1天内从上海跑路昆明，甚至还买营销号广而告之，颇有生怕被按头去了白玉兰的架势。当然，和其他人不同，王阳选择了参加此次白玉兰，并携手此前声明中偷偷褒奖不告知任何人的爱奇艺高管一起走了红毯。而在走红毯时，白玉兰官方对追风者的介绍是，讲述了一位爱国青年在旧上海的金融革命中经历成长和觉醒，最终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故事。白玉兰对追风者的介绍和最初剧组与官方宣传的爱国青年的成长与觉醒之歌不谋而合，基本上是明确了该剧核心，即《追风者》这部剧就是王一博饰演的爱国青年魏若来的个人觉醒和成长史。尽管王阳在红毯采访时笑称自己还小，
但年近半百的他再小也小不成青年，更别说他饰演的沈图南在剧中和爱国青年完全八竿子打不着。无独有偶，6月28日这天，作为《追风者》首播上星平台和主出品的 CCTV 也发表文章谈及白玉兰。文中对追风者的定义同样是描写爱国青年在动荡时局中历经抉择，走向理想之路。甚至 CCTV 公众号点评追风者的成功，也是观众对青春因魔力而精彩的佐证。故事里那些将青春系于国运的年轻人，会如星火般引燃新时代青年的热血和担当。至此，追风者白玉兰爆奖事件终于分明。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可以说是该剧唯一的男主，从来没有第二位男主。而此前剧组代发的爱奇艺声明中，含糊其辞的利益论，也只有王阳一位演员的利益。追风者这部剧因为男配强提男主，导致了核心思想的彻底崩塌，以至于此次白玉兰颗粒无收，而王一博则被侵害了唯一男主权益，还深陷不该有的舆论风波长达1月之久。据新闻报道，爱奇艺选择这种伤害了许多人的方式报奖，是因为和王阳长期合作密切。尽管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传闻是否真实，但王阳和爱奇艺的合作关系网的确甚是亲密。据统计，王阳在最近5年内出演的21部剧中，有14部为爱奇艺出品。而从最近1-2年开始，他主演的作品全部几乎都由爱奇艺副总代营担任制片人，包括25年爱奇艺的重头开年大戏。因此在剧组都拒绝出席此次白玉兰的情况下，负责报奖的爱奇艺代营陪伴王阳一起走红毯的行为也不难理解了。但追风者不是一部普通的剧，这是一部思想内核非常宏的剧，生动形象给观众展示了为什么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并且是难得的从底层小人物成长出发，从正面角色内心细微刻画，是一部完完全全以正面年轻角色为爆点核心而大爆的剧。在抖音和小红书等视频平台，追风者素有金融版觉醒年代的外号，观众看完剧都红得不行，完全共情主人公魏若来，以至于今年5一，追风人将魏若来的家乡江西吉安都带成了旅游热门城市。只因那句我叫魏若来，江西吉安人。在这种情况下，非要把负责第5次围剿江西对苏区实施经济封锁，逼得红军不得不长征的反派男配沈图南报成男主去提名，观众能答应吗？尤其是今年还是长征90周年，尤其是沈图南这个角色后面都差点眼崩了。网上流传的所谓的沈图南高赞抖音视频，根本不是因为沈图南这个角色，而是以魏若来和别的角色为主，沈图南只是附带，甚至可能只有几秒钟出镜，却被强词夺理算给了沈图南。据统计，魏若来有超过11支破100万视频，占了总数的70%以上。也是因为早期魏若来的大出圈，才引发追风者这部剧热度大爆。剧爆后，后期视频推流更加厉害，也更容易推出圈。整个追风者的抖音视频都是呈现一种越往后越高赞的趋势，拿个别后期推流视频踩魏若来早期宣传视频，根本毫无道理。因为剧组宣传在后期给魏若来高光剪辑时相当敷衍。事实上，从大数据来看，抖音魏若来话题播放量已超8亿，
而沈图南只有区区 1.6 亿出头，连纯新人女配牛春苗近 2.5 亿都不如。而且魏若来还有一个和演员一起的话题，王一博魏若来话题播放量已近9亿。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才是这部剧火出圈，被观众最喜爱的那个角色，以至于刷新了酷云角色历史记录。否则剧粉们不会对这个匪夷所思的提名如此难以接受，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塌了房。更别说既得利益者们不甘于只有提名，他们还威逼利诱，对着剧粉，对着真正的男主不断泼脏水，妄图要好名声。从提名出来到颁奖结束，整整1个月，不断有各种营销号和所谓的业内妄图将事件下沉粉圈。尽管营销号只能造谣，尽管所谓的业内都是利益相关体，自己都不干净。营销号们甚至试图将魏若来饰演者和227事件相关联，以此作为要挟要剧粉闭嘴。但227是什么？是二次元同人群体被举报行为侵害了利益，所以怒而反抗。追风者白玉兰事件又是什么？是一群被男配褒奖男主这种奇葩行为伤了心，意难平的剧粉怒而质疑，报错奖还强势捂嘴，不断让营销号出来扣帽子泼脏水，甚至热搜甩锅，禁言剧粉，下架视频，权限文章。这些手段都是227期间主犯们曾经的所作所为，否则二次元不会一次又一次炸锅，将仇恨贯穿到底。拿227当要挟，只能说既得利益者们一如既往的傲慢，既不了解227，也不了解追风者，丝毫不知列强竟是我自己。陈成英经理上海戏剧学院位，但他们真的不知吗？从白玉兰提名出来到现在，整整1个月，新华社发了12首王一博歌曲，不到3天就有1首，和227期间党媒下场批粉圈和偶像失格完全相反的态度。但是有官媒出来给报错奖的利益方宣传吗？除了营销号和自媒体妄自叫嚣，主流媒体对追风者沈图南的态度几乎是无视和沉默。甚至观察者网在6月5日的那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娱乐圈业内们大多已然是沈图南那样的名流精英和上位者，他们不认可主旋律，无法共情真正的如魏若来一样的底层人民。可惜这篇文章在转发超40万后被迫全线删除。与对沈图南的沉默无言相反，主流媒体对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一直颇为喜爱。从白玉兰提名出来到现在，卫视重播追风者不计其数，包括江西卫视、山东卫视、东南卫视、河北卫视、厦门卫视等，但共同特点是，他们几乎都只以魏若来作为男主进行宣传，不再提及王阳饰演的沈图南。沈图南这个角色在卫视重播的宣传中几乎被抹杀，卫视们的态度一目了然。江西卫视更是找了几十个不同地区和职业的江西人录制欢迎魏若来到江西的视频，甚至在被造谣剪了片头王一博的时候跳出来反黑，把片头视频在微博特意又放了一遍。毕竟江西卫视当初随机剪掉片头片尾，就是为了腾出时间专门放魏若来的剪辑视频。此外，继央视电视剧公众号6月28日明确男主魏若来后，7月1日，也就是今天，央视新闻公众号同样下场提到了追风者男主魏若来，
追风者主角魏若来的一句“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让不少网友为之动容。还是只有魏若来追风者的风只能吹向瑞金？甚至在白玉兰提名出来以后，中国文联官网收录了2篇分析追风者的文章，各个角度拆解讨论了一遍，愣是没有提到沈图南一次。被网友戏称一种很新鲜的透明主角。知音男配并不是男主，在整部剧的核心里无足轻重。追风者编剧也支持这一观点。在新出的纸媒采访中，编剧翁良平多次强调，全剧的主人公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职场小白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青年如何找到信仰的故事。编剧亲证，彻彻底底的魏若来成长史。在剧粉心里，在编剧脑子里，在主流媒体眼里，《追风者》这部剧只有一个男主，那就是魏若来。因此剧组不敢认领白玉兰提名，主创们不敢出席颁奖活动。因此白玉兰官方对这部剧的介绍从头到尾的魏若来成长史。因此卫视重播宣传再也不带沈图南，坚持魏若来为中心不动摇。因此主流官方媒体提到追风者只有魏若来，不再见沈图南。陈成荫，经理上海戏剧学院为你看，无数人无数媒体告诉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傲慢的既得利益者们依旧选择捂嘴，选择自我麻痹，选择保全自己，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给别人泼脏水。何其悲哀，究竟谁才是这个227呢？王阳最初的白玉兰男主提名片段在抖音被嘲讽了近30万评论，何尝不是愤怒的剧粉在呐喊，在不甘。一个连高光都剪不出来的配角，滑天下之大稽，成了男主提名。就算最后强行删除视频又有何用？一个视频没了，还有无数视频起来。否则何至于今年白玉兰奖男主最终官方提名片段竟然偷偷摸摸，全网都不敢发，和往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追风者白玉兰事件或许到此结束，也或许如同那些营销号如今的所作所为，戏外的纷争还在继续。贪婪和傲慢从来不是两个人的特性，而是这个浮躁内娱最常见的东西。但是观众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春日的晚上，打开电视机，一个叫魏若来的年轻人笑吟吟看向你，亮晶晶的眼睛，少年纯善又蓬勃的朝气，柔和温顺又灵动狡黠的表现力，让人忍不住的共情喜爱。魏若来的灵心会幸会一直被剧粉珍藏。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发现此新闻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再见。